诸位，今天的报纸都看了吧？啊？全团是不是你最后一个看的？这我这张报纸都快让我给翻烂了。哎呀，就这么点破事儿，至于吗？什么？哎呀，团长上了报，全团跟着高兴，这可以理解吧？啊，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天的报纸可谓是花开两朵，头版头条登的是咱们团长的先进事业，那副刊登的可是我柳成林的诗作。呀，看不出来啊，没想到我们柳股长还是一位战地诗人啊！来，小作而已。团长，这副刊我看了，是有2首诗，哪首是你的？就是那个写着坦克和野花那个。哦，有，叫什么？新娘像等待出嫁的晨光，有没有这句？对，有，你看过了？不错。哎呀，那个，这诗是你写的吗？这怎么不是我写的，团长？不对吧？怎么？你叫什么呀？柳成林啊。就是啊。你看上面写的可是柳30啊。是啊。啊？嗯。柳成林，到。过来一下。是。你去啊，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牧民家，啊，一定要纯粹蒙族。是。要能歌善舞的，晚上我请客。是。啊。师长，晚上都请谁呀？这你就别管了。对。哎，师长，那您告诉我到底多少个人，什么标准，好吧？7、8个人。是。标准一定要有手扒羊肉，要新鲜。是。哎，这是我私人请客，啊。师长，你看巴雅尔家怎么样？哪个巴雅尔？就是那个上次给咱们送了10几只羊、1头牛的那个拥军模范。哦，哎，他女儿啊，那个乌兰可是草原上一朵花，能歌善舞的。好，很好，抓紧办。是。喂，你好，报纸看过了吗？啊，看了，太感谢了。怎么样，篇幅和版面你都还满意吧？很好，非常好。就是什么？哎，就是名字搞错了。怎么会呢，庞团长？这绝对不可能的。庞团长？哎不，冰冰啊，我是柳股长哎。哎，柳成林，你看多么富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呀！哎，怎么上了版面就改成叫柳30了呢？对不起啊，柳股长，是这样的，你给我的原诗稿上面没有署名，编辑部问我呢，我就记得司机小金说过你叫柳30，所以就给报上去了。啊，我知道了，下次一定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柳30呢？我是康凯。哎，是我。你好，魏市长。哎，怎么样啊？晚上没什么安排吧？好，我呢一直想找个机会咱们聚一聚，吃顿饭，啊，放松一下。今天晚上我请客。魏市长，演习马上就要开打了，今天晚上还要开几个小会，你看。哎，也不是明天就开打嘛，陆司令都答应了。对，你把肖书业肖参谋长一块给我请来，我做东，一定来啊！对，就安排在巴雅尔大叔家。哎，康凯，我听说咱们的舞蹈家回来了，那好，把夫人一块都叫来啊，就这么办。不用，进来。队长，什么事儿？那个晚上吃饭，我想请假。为什么？那个，我身体不太舒服。心里不舒服吧？魏师长，我们又不是赢不了他们，干嘛这么低三下四的呀？你怎么就这么较劲呢？不开窍啊？哦，我说了半天，半句都听不进去。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是。
打演习打出红军请蓝军吃饭，少有啊！我看这饭不能吃，这不是鸿门宴吗？管他是鸿门宴还是白门宴呢，只要有宴咱们就吃。他不是想摸咱们的情况吗？咱们还想摸他的情况呢。有道理，我知道了，我只吃不说。6点27分，准时赴宴。哟，都到了。师长，准备好了，请进吧。哎呀，陆司令，魏师长，康团长啊，魏师长，肖参谋长，啊，好。魏师长你好。哎呦，雨晴，我们的舞蹈家，来，都来，哎，好，上座，好，哎，来，都坐，来，快，各路豪杰，我今天啊是借草原拥军模范巴雅尔大叔家的一块宝地，把大家请来，啊，就是在一起坐一坐。自从对抗演习的命令下达之后呢，大家都各自忙各自的，就是演习真的开始了，也难得有见面的机会。就是见了，也大多会是有几分红眼。我想呢，咱们不如利用战前这点空闲的时间，在一起坐一坐，啊，这是我一个由来已久的心愿。自从我们进驻陆司令的地盘开始驻训以来啊，有3个多月了吧？啊，庞团长、康团长，各为其主，整日是摩拳擦掌，少有见面啊。就是偶尔见面呢，也大多是拔刀相向。俗话说呀，不是冤家不聚头。我今天呢，把双方的主官都请到这里来，吃个团圆饭啊，喝个亲情酒啊。《三国演义》当中，曹操有一句诗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有人认为啊，这是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我认为这种理解有些偏颇。其实啊，曹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为一代雄杰，他认为啊，希望自己能够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去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这是他作为古代军事家的一种豪气。我们今天在座的，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军人我们今天能坐在一起，那就是一种缘分呐。无论我们在演习场上是不是对手，无论明天我们的对抗多么激烈，但是我们毕竟穿的是同一种颜色的军装我们真正的对手毕竟是同一个敌人。所以我想，我们把那个胜负输赢这种思想负担丢掉，彻底的放松一下，好好的喝一杯为友谊，为缘分干杯。梁政委和康团长喝一个，要喝出战友深情。
好，相公，我来。哎，我要跟庞团长和康团长。好，康凯啊，你呢，比陈公年长几岁，啊，经历也要比他多一些，千万不要计较他年轻气盛，啊，今后要多帮助他，啊，他和雅池结婚报告都已经打了，演习完了之后就要办事情了。今后他的进步就全靠你。来，喝点水。你今天没怎么喝酒吧？我根本就没喝。怎么不喝呢？味儿不对，没兴趣喝。我倒觉得今天这鸿门宴挺有创意的。魏师长不是在舞剑，而是在耍软刀子。哼，这软刀子厉害吧？把你捅倒了。你说吧，这仗该怎么打？你小子还跟我斗心眼儿？我知道，你是想让红军多吃点苦头，让他们清醒清醒。可这么一来，没想到演习之外还有这么多的戏外戏。本以为去喝酒是红军想摸我们的底，哎，我真想好了几招，跟他们针锋相对的干上一场。谁想得到啊，魏师长来这么一手，什么大舅哥、小姑子、小妹夫、老岳父了，哎呦，真能忽悠！我看这一煽乎，你连北都快找不着了吧？小酒一喝，小手一握，成亲戚了。魏师长高啊，亲情、友情、人情，这是心理战。心理战。他还是想让咱们当靶子呀。我看呀，这酒一喝完，你连当活靶子劲头都没了。老肖啊，说心里话，当兵这么多年，谁不想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可到了玩真的时候，你看看吧，看不见摸不着的天罗地网就会铺天盖地的把你给罩住。魏师长为321师操碎了心，为了猛虎团的胜利，费尽了心血，扯出这么大一张关系网来。像他这样投入工作的师长，我还真少见。老祖宗那里啊，硬的东西没学会，软的倒无师自通。套近乎打人情仗，肉包子打狗，那有什么用啊？从汉朝到宋朝，嫁出去公主一大堆，最后呢，不还是让人家打得个落花流水吗？清朝那个老太婆更省事儿，干脆送地送银子，赔偿合同签了一大堆，可末了呢，后花园都让人家烧得一干二净的。历史的悲哀呀！不说了，睡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意思肯定就不对了。是。刘慧，没事吧？是。学长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已经睡着了。政委，军里来2份传真报，你签收一下。好。不要扶我，不要扶我，扶我干什么？谁都想扶我一下是吧？我又不是3岁小孩，真疼。你睡觉吧，好吗？大池啊，没看出来呀。你挺能喝呀，把师长都喝趴下了，真能喝。
康凯没事吧？他比你能喝多了，就你能成的。我可以告诉你，他不行，他不行。他有什么呀？那是人家让你3分。他让我用得着他让吗？他是谁呀？好了，回去睡觉。别扶我，我刚说完。小池，小池。哎，呀，爸，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你什么时候学会喝酒了？我学这个干什么呀？我是没办法。没事吧？还好吧。啊，成功怎么样？他是不是喝多了？差点连我都不认识了。这训练场上不敢较真儿，这酒桌上倒较起劲儿来了。还说呢，你为什么不制止啊？他们既然想争，那就让他们争吧。啊，小池，你觉得这场虎狼之争谁输了？反正虎头是倒下了。狼头也倒下了。我哥他没有喝醉啊。不，他醉了。他醉的比成功都厉害。哎呀，几点了？现在是凌晨3点24分。几点？啊，凌晨3点24分。是啊，是啊，市长要干什么去？啊，哎呀，啰嗦什么？要干什么？要查不查哨。市长，您喝多了，不能再出去了。我告诉你，带兵的不爱兵，我炒你鱿鱼。是。哎，市长，市长，你是。白喜，刚才市长是怎么回事？哦，这是首长的老习惯了，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去查铺，很准时的。听说从当连长起到现在从来没有间断过。我来吧。来。首长。哎呦，我喝醉了。首长，我是第一次见你喝这么多的酒，多得吓人呐。哎呀，谁愿意这么糟蹋自己？哎呦，我现在头还懵的呢。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报告。进来。魏市长。哎呀，哎呀，我又来打扰您了。哎呀，楚记者来得真巧，演习马上就要开始了。亚池，我理解你的心情。一个军人只要有一点责任感，他都会急起来、忧起来。你说对部队目前的现状，谁不是心知肚明？
谁不知道我军目前的装备跟外军相比到底差距有多大？谁不知道假如战争明天来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哼！可是说归说，真正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为什么？深层的原因我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是民族性的使然，也有人说是文化积淀所致。云里雾里的，我也看不太懂。反正凭我的直觉，我想还是环境造成。环境？环境学可是一门时髦的边缘学科。你就别臭我了。我所说的环境，是指人的生存环境。你想，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有进取心，都想有所作为。如果处在一个能体现自我价值的位置上，就更会有建功立业的抱负。而我们军人的价值，也只有在战场上去体现。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多，也没有你想的那么远。可是你刚才的一番话，让我明白了军委和各级首长为什么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我爸为什么整天吃不香睡不着的在琢磨着基地化训练，而你又为什么非要在这场对抗中较一个真儿？一句话，都在寻求变革的新路子。你就不用笑话我了，眼下我只能自己打几枪，闹点小动静。你不要误会我，我不是在给你上什么课。按说我不该也不想扯这个话题，可是我很不幸，我遇到了3个男人，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是我的伴侣，还有一个就是我从小就敬重和依赖的兄长。而这3个男人又都是带兵练兵的，现在又处在一个对立的三角点上。我内心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开心，都成功，都是最棒的。这其中对我最重要的，自然是庞成功，而他恰恰又是最不成熟、最让我担心的。这就给我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一个我必须去面对，但也许一辈子都无法解决的难题。不，此题有解。怎么解？我托军长走人。你不会是真的想跟嫂子走吧？那也总不至于让你嫂子一个人孤帆远影远渡重洋吧？这是你的心里话吗？雅芝，现在我觉得挺累的，真的挺累的。有时候我甚至都在想，我要是能像当年我父亲那样战死在疆场，该多好啊！我真不愿意像现在这样被一些事情熬死、累死、憋死。你怎么了？小的时候多好啊，无忧无虑的好开心。
我们知道你一直想得到你爸爸留给你的这把战刀。今天我把它交给你，你要记住，它曾经是我们民族的尊严和精神的象征，也是一名勇士勇敢和智慧的象征。抗日战争年代，你的爷爷拿着这把战刀，亲手砍掉了侵略者的头颅，战刀又传给了你的父亲，他为保卫祖国的领土牺牲在边疆。今天，这把战刀就传给了你，希望你记住，能佩戴这把战刀的，只有真正的把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的使命肩负在肩上的勇士。来吧，孩子，面对狼神，起誓吧，起誓吧。妈，我走了，演习马上就要开打了，我没法在家里照顾你了。去吧，反正雨晴已经订好了火车票，明天一大早我们要回北京了。哎，你可是别忘了啊，要经常打电话回来。忘不了。哎，雨晴，我不在家，妈，你就多照顾了啊。你放心吧，我送送你。好吧，妈，我走了。去吧，送你了啊。今天下午15点30分，侦察连送来了报告。现在我跟大家汇报一下。经过几天，任上，我们正在处理最新的情报。继续谈你们的，我不过是旁听。是。请坐。那我接着说。经过几天的侦查，蓝军的部署基本让我们搞明白了。在我们的正面是2个摩步营，左翼是他们的坦克营，而在我们的右翼是坡度极高的高地。蓝军在这里利用地形构筑了3道纵深达2公里的防御阵地。在南面的公路上挖了反坦克壕，可能还布了雷区，兵力大约在1个营左右。直到今天为止，蓝军部队除了小股部队在夜间有一些侦察活动之外，没有大的调动。不过现在蓝军的作战意图还不明确，我认为一切按照我们的既定方案来行动。打出我们自己的战术，不能让蓝军牵着鼻子跑。梁政委，你有什么看法？我同意田参谋长的意见。蓝军的部署是有道理的，他们的兵力不如我们，坦克、装甲车的机动能力也没有我们强，速度没有我们快。炮兵营以地炮为主，只有1个自行火炮连，
与我们作战，不宜长距离出击，所以他们的战术是以防御为主，以逸待劳。我认为啊，蓝军的战术以防御为主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请大家注意，他把所有的坦克都集中到了我们的左翼，为什么？难道是想在北部平原与我们展开一场坦克绞杀战吗？康海不会这么傻，他知道我们G9坦克营的威力，所以康海坦克营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跟我们正面作战，而是另有所图。可是几天来，这个坦克营一直按兵不动。我看，还是等演习打响之后，我们再进一步摸清他的动向。我认为，庞团长的担心是对的。在对方意图不明的情况下，盲目的出击，反倒会过早的暴露我们的作战意图。还有1天1夜的时间，把情况搞准确了再行动。哎，我想啊，能不能等打响之后啊，我们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试探性的突袭？小部队突袭很容易被对方围歼，小的损失恰恰可以让对方暴露出大的意图啊。小损失就不是损失吗？红军一开战就被蓝军吃掉一部分，这个负面影响太坏了，绝对不能这样。先声夺人的恰恰应该是猛虎团，而不是野狼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加大侦察力度，让电子侦察分队在开战之前破译出蓝军的密码，进入蓝军的网络系统。团长，已经是24小时监听了，没有用。蓝军的网络和无线通信设备基本上都是关闭状态，偶尔打开听到的还都是音乐，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名堂。按照你们的分析，康凯这家伙是要摆开架势和我们大干一场了。可能比想象的还要来得凶猛。软硬不吃。魏师长，你们继续。师长这顿酒算白请。继续吧。哎，我是魏松平。哎呀，我一直在电话机旁边坐等，怎么样？没问题吧？哎呦，太好了！哎，谢谢啊！哎，对，如果你方便的话，现在马上给我发过来。哎，有机会面些，啊！好，谢谢。哎，就这样。团长，冯参谋把原来的命令密语重新编排了一下，你看看。把好一朵茉莉花改为火力袭击，常回家看看改为后撤10公里待命，味道改为向南运动，千夫的爱改为坦克出击。我看行。哎呀，认识，好，正好，你们几个都在，来，看看这个。过来。这是什么呀？哎，输入电脑，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快点。好。哎，小飞，到。你出去一些。是。你从哪儿弄来的？哎呀，军区机关我那么多熟人，调出个方案来还不容易呢。师长，这行吗？什么行不行？这是搞情报，又不是搞礼仪。你不弄清楚蓝军的意图，这仗怎么打呀？师长，我觉得我们不能这么做。怎么？这毕竟不是实战，蓝军也不是真的敌人，这不过是打演习，这跟偷有什么两样？偷？哦，情报有送给你的？现在是信息时代，
信息的占有是制胜的第一要素。获取信息、刺探情报，就应该不择手段。啊，这件事儿，你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啊，不要扩大范围。马上看看蓝军的方案，好好研究一下对策，抓紧时间调整部署。我提醒你们，我们已经没有敌人，这一仗只许成功，必须打胜，而且要胜得非常漂亮。哦，对了，这一次楚副司令员100%要来看。你说这事儿，这算什么呢？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会去看。我们猛虎团要靠这个才能打赢吗？靠这个，就算打赢也不那么光彩。可是魏师长呕心沥血把方案搞来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们现在也不能通知蓝军，让他们重新调整方案。既然这样，该下决心你就下吧。照这种打法，还要我这个总指挥有什么用？你们两个自己看着办吧。既然师长已经下了决心了，那我们只能按照蓝军的这个方案来调整我们自己的应对之策了。小飞，赵，那是你该看的东西吗？关上电脑，出去！快点！按蓝军现在的这个方案，蓝军可能在多点向我进行偷袭，制造战机。他们的坦克营则随时寻找机会从侧面向我进行逆袭。这可是一记勾拳啊，很可能瞄准了我们装步营的这个软肋，而我们一时还腾不出手来防卫。如果蓝军的这个攻击一旦奏效，高地上的2个蓝军摩步营就会猛扑下来。参谋长，我不希望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应该打出自己的战术，自己的风格。我的决心是，把2翼的2个J9坦克营收缩成正面攻击面，与中路推进的2个装步营一起发起进攻，齐头并进，3路大军拉网式推进，相互之间协同策应，绝不能让蓝军有穿插分割的机会。好，我同意。对，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指挥方舱和新老装备之间的通讯设备不配套的问题，到时候容易贻误战机。这个我早就想好了。我们可以从J9坦克营拆下几部新电台，装到装步营的指挥车上，这样起码可以保证指挥方舱和营指挥车的联络畅通。这倒也是个应急的办法。团长，侦察分队报告，红军2翼坦克营已经向前推进20公里，而且在收缩攻击正面。他的中路正面部队都有什么动作？目前没有调动消息。继续侦查。是。要是他们缩小攻击面，相互密切协同，那我们就没有分割穿插的机会了。
难道说是红军识破了我们的作战意图吗？不可能的，我们的待机地域布置完成后，从来没有调动过，而且我们的坦克营放在一个不当不正的地方，一般人很难摸清我们的意图。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考虑第二、第三的方案。团长，看来你的妹夫不好惹呀。庞成功毕竟在国外留过学，这样，我们先做好方案的调整准备，但是暂不行动，看看再说。太行衡山，我是燕山，报告你的位置，报告你的位置。燕山，我是太行，我的前头部队已接近指定位置。燕山，我是衡山，半小时内到达指定位置，半小时内到达指定位置。司令，红军已经调整了作战计划，代号为太行的红军坦克1营与代号为衡山的2营已经向前推进，攻击面已经由8公里缩小到6公里，攻击的出发线已经推进到卡拉高地1线。看来红军似乎识破了蓝军穿插逆袭的企图啊。是，团长，这是新拟的2份方案，你看一下。很好，再准备2套备用方案。没有这个必要吧？红军2翼的坦克已经在卡拉高地1线停止前进了。你过来看，红军北南2翼的坦克已经和中路拉成一条直线了。庞成功是整体推进，他怕我们找空当打他的软肋。如果他要左右协同贴满一块，那我们可就真的很难下手了。这奇怪了，我们的意图他们怎么会发现呢？这么一来，我们就很难有什么招遏制他们了。这恰恰就是庞成功的高明之处。这次红蓝对抗，实力相差本身就很悬殊，我们输是肯定的。这就好比在打乒乓球，你说我们是0比3输给他面子上好看，还是2比3输给他面子上好看？我只是希望我们跟他们之间比分不要拉得太大了。我就不信没有别的办法。那除非能想到让他们顾此失彼的妙计，你想想看。别卖关子了，有什么招赶快使出来。没有，最起码现在没有。康凯是怎么回事啊？红军这么大调动，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康凯是个细心的人，没有把握，他是不会行动的。老周啊，走，出去走走。好。做什么事都不那么容易啊。以基地化训练为中心，带动部队训练体制的全面改革，不是人人都能理解，更别说想透了。上面有阻力，问题在中间。你看，搞一场实兵背对背对抗，弄出多少故事？是啊，首长。现在有一个观点：战争对人类来说是灾难，和平对军人来说是不幸。几十年了，由于没有遇到大的战争，经济建设、综合国力，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确确实实是缩小。可是部队的建设，由于没有战火的洗礼，从观念到装备，从先进技术到战斗精神，从战争理论到战术思想，等等诸多方面，都大大的滞后。滞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思进取，还固步自封。是啊，的确很严峻。现在
有些人嘴上天天在喊，啊，准备打仗，打赢未来的那一仗。其实是，又有多少人心里在想打仗，在准备打仗？又有多少人有信心打赢未来的那一仗？和平时期的军人就好比接力赛啊，我们每个人必须尽力跑好自己手中的一半，给最后冲刺的人创造有利条件。如果我们手中这一半差1步，后边的人就可能差出3步到5步。何况现在我们已经落后于别人，所以啊，我们没有停下来喘息的时间呢。是，朱司令，我在想，明天开始的这场虎狼之争，会是个什么局面呢？很难预料啊。要是乱了套会怎么办呢？那乱了套，正说明老套子不行嘛。不要怕出问题。我看，以后我们就以问题来牵引训练。以问题来牵引训练？对。冰冰啊，哎，你这次去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我跟司机也交代一下。好。你坐这儿。哎。小刘，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明白。哎。等我一下啊。陆军一，楚机长，给我个机会采访你一次好不好？采访我？不会吧？我们是基层服务保障工作，会有你感兴趣的东西吗？听说陆军一很热爱自己的专业。而且医术很高明，听谁瞎吹了？我们记者是有一定的鉴别力的，所以我要采访你。咱们说好了，等我从蓝军那边回来，好不好？怎么，你要去蓝军阵地？是啊，现在就要往那儿走。明天不是开打了吗？我要在开打之前，把红蓝军双方的主要指挥员全都采访到。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捎一样东西给康团长？好啊，等我一下。好。冰冰啊，怎么了？他是要给康团长捎点东西。哦。哎，陆军一和康团长很熟吗？哎呀，何止是很熟啊，他们是兄妹。什么？兄妹？亲兄妹吗？不是同胞，胜似同胞。是吗？那太好了，绝好的新闻线索。楚记者，陆军一你好。你好。我到那儿去等你。好的。再见。麻烦你把这本书交给康团长。马上就要开打了，你还让他看这种闲书？啊，没有，这是我借他的，他要用。据说毛委员当年在井冈山上是手不离3国，这位农民出身的书生，由此就变成了用兵如神的军事天才。你们记者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哎，刚才知道你和康凯是兄妹。面对这场虎狼之争，你的心情是不是比谁都复杂？我只是一个军医而已。两面都是你的亲人，你的感情更倾向哪一边呢？一个是我的手心，一个是我的手背，都在我身上。我觉得你应该调到外交部去。好啊，外交部的医务室。你真是一泓清潭，深不见底。好了，我先走了，回头再聊吧。谢谢你。没事，再见。哎呀，我是真佩服你们这些记者缠人的功夫。没有人缠着你，是你妹妹让我带东西给你。《三国演义》带这干嘛？不是你说急着要用吗？是陆亚池让你捎的。除了陆亚池，康团长还有几个好妹妹啊？好，谢谢啊。再见。再见。
长，到，该你了。该我什么呀？人家国防报处记者要采访你啊。你主官都谈了，我还谈什么？我在研究对策，对方十有八九的摸清了我们的意图。采访完再说啊！人家大老远赶过来了，怎么着对付几句，打发他走人不就得了吗？人家是专程报道红军的，我谈也白谈。红花还得绿叶衬呢，就是应付也应付出水平来，别让他瞧不起咱们野狼团。OK， 这是我的强项。好，我去对付对付。哥，你的书被庞成功拿走了，没跟你打招呼吧？近来受楚副司令启发，重读《三国》，虽只读到45回，但已受益匪浅。哥也可以读一读45回。团长，什么事儿？这是洛亚车刚刚托人捎来的，你自己看看。什么意思？你的书被庞成功拿走了，没跟你打招呼吧？猪脑子！咱们的方案让人家给拿走了。我就说嘛，庞成功神了，怎么会识破我们的意图呢？原来出轨了，会出到这儿了。说该怎么办？我去楚副司令那儿告他去。冷静点！告什么告？有用吗？团长，那你说这仗怎么打？咱们成了笼子里的草鸡，沾满着的黄鱼，就等人下刀子了。还当活靶，当死靶子的机会都没了。我看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再弄面红旗给他插上得了。要插也只能插白旗了。团长，你今年脱军装，我明年也走人。这蓝军头子谁愿意干谁干，我是不伺候了。就你一个人抽啊？发现完了吗？团长，你说吧，怎么撤？撤？为什么要撤？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战术，打得赢打，打不赢咱们走。我说我的参谋长，哎，你能不能好好动动脑子，用用心？咱就是输，最起码别输得太惨了呀。团长，从现在到明天演习打响，不足24个小时，想重新部署根本来不及。要是进行一些局部调整，改变一些战术动作呢？你以为球场打球啊？说变就变。就算是我们有新计划，从下达命令到部队隐蔽机动，到各个环节落实到位，没有8、9个小时是完成不了的。何况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红军的眼皮子底下，方案落在人家手里了，你一撅屁股，人家就知道你拉什么屎。那看来也只能拼他个鱼死网破了。哎，纸条呢？我再看。啊，近来受楚副司令启发，重读《三国》，虽只读到45回，但已受益匪浅。哥也可以读一读45回。45回。这儿，这儿，
第45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有了。有什么了？这45回讲的是周瑜设计写假信，蒋干深夜盗假书，曹操中计错杀蔡瑁、张允2员大将。我明白了，这是雅池在提示我们呢。团长，你什么意思？那我们不妨也来一个以假乱真。你是说重新上报作战方案，原方案作废？立即选一份备用方案，上报军区机关和基地导演室导调中心。庞成功之所以知道我们的作战方案，就说明军区机关和基地导演室导调中心必定有他的内线，内线也必定会通知他们修改方案。对，好嘞，我有的是备用方案。卫长啊，5个人员回避。去，出去吧。看看吧，出什么事了？赶紧！看来他们把原先的方案改变了。蒋干偷了周瑜的假信，那可是直接送到曹操手上的。而我们的作战方案，这个不用担心。既然是出卖情报，总得讲点规矩吧。他泄露了第1方案，就必定要泄露第2方案，不然的话，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事后他怎么跟他们交代呢？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会不会识破这一计？反正我早就说过，不管他哪一套，我打我的，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这下好了，我们调整了部署，我们的企图就被他们看透了，他们也修改了方案，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从野狼团修改后的方案来看，他们的一个摩步营将转移到我们的左翼，和坦克营会合。这么说，他们是想放弃坚守主阵地，集中兵力在左翼与我争夺？这绝对不可能。真要是像你所说的，除非推迟演习开始的时间，不然来不及。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师长，你放心，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呀，他逃不出我们的掌心。按我的意思，我们就静观其变，先看看他们的动态，然后组织实施，最后定对策。好吧。报告，行。刚刚收到前方侦察报告，红军方面没有任何部队调动迹象。报告完毕。知道了。这庞成功还按兵不动，是不是像你所说的，蒋干同志的信他没有当真？狼群扑向黄羊群时，黄羊的羊角总是朝外，然后紧紧缩成一团。狼眼看着无从下口，就会想办法打破羊的这种阵势。他会派出2、3只狼，突然奔向另外一个方向。羊不明真相，以为狼改变了攻击方向，骚乱起来，结果大伤其当。你是说，他没看到我们动作之前，就无法确定情报的真伪？所以，我们还得先动一动。往一滩死水里扔块石头。命令：摩步3营1连向北运动30公里，其他各连原地待命。打开所有的无线通信电台，给我放音乐。是。让摩步3营行动的时候尽量拉开距离，拉得越长越好。
前方侦察发现蓝军某部营向北运动。怎么样？这不可能有假，我们不能再坐等了。张大爷，到，破译出蓝军命令了吗？蓝军又把通俗歌曲改为军营主歌了，正在破译当中。方团长，你还在犹豫什么？对方已经改变了部署，别再为你那份自尊固执了。唐团长，下命令吧。好吧，我们就让人牵着鼻子走吧。参谋长，到。命令：正面装步一营，火力群自行火炮营立即向北机动，向左翼的坦克2营靠近。团长，我看还是先等一等吧，看看野狼团下一步的动向，我们再做决定。行了。他们的修改方案早就摆在你们的面前，而且已经付诸实施，你还在等什么呀？是。这庞承宗的反应好快呀！慷慨响应小卒棍和顶大狙的招数已经被他识破了。我怎么就看见慷慨只用一个机步连在运作？那高地上的2个机步营呢？那么，还在原地没动。这野狼要玩什么花招啊？团长，老虎终于挪屁股了。等他挪到位再说吧。参谋长，17点30分向军区机关和基地导演部导调中心再上报第3份作战方案。命令：摩步1连撤回原阵地休息，坦克营继续向南推进，其他部队原地待命，坐观其变，以逸待劳。团长，上回咱们用了1个连就引他们上钩了。这回用1个营佯动，代价是不是大了点？蒋干同志已经道过一次假书了，你要是想再让他信一回，不多付出点代价能行吗？也对，万一他这次不信了呢？那咱们的修改方案就是真方案，变佯动为实动。好了，咱们俩都别在这耗着了，你在这盯一会儿，我就睡会儿。好，你就睡你的安稳觉吧。燕山，燕山，我是横山，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已到达指定位置。立即按部署进入作战位置。是。燕山，燕山，我是泰山，自行火炮营部署完毕，请明确目标方位，请明确目标方位。我提醒你们3个人，离演习开始只剩下13个小时了。田参谋长，你说说吧。我？好，我谈点看法，领导拍板。师长，我想冒昧的问一句，这个信息的来源绝对可靠吗？你以为我跟你们闹着玩呢？田参谋长，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如果不可靠，师长能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陪着我们作战。我只是想请领导考虑。让我真正想不明白的是啊，为什么野狼团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改作战方案？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说呢？我也说不好，我只是有一种担心。你一口气说完好不好？别说半句留半句的。我担心他们摸了我们底，也就是说，康凯已经知道了我们获取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反倒弄巧成拙了，那真是让人牵着鼻子转圈玩啊！我同意田参谋长的看法，这其实也是我最担心的。我知道，你们在等我表态。这个问题只有我来回答，因为只有我能回答。但是我不能跟你们都认定。这么说吧，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4位在座的，或者是作训股出了内奸。结论只有一个，绝对不可能发生。你们知道，对这次演习我比你们看得更重，没有100%的把握，我会动用这样的关系，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吗？你们一会儿觉得不可靠，一会儿觉得不保险，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在等什么？庞正公，到，你就别老闷着了，你别忘了，这次演习红军的指挥是你，不是我魏松平。既然魏师长提醒我，我就行使一下我的权利。田参谋长，到，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用最快的速度全面摸清野狼团的所有部队的动向，截取和破译他们的指挥密码。我们的部队暂停行动，静观其变。是。好，团长，前方报告，野狼团原机动中的某某营1个连原地返回了137高地。同时，咱们的坦克营于19时30分离开了待机阵地，迅速向南运动，现已抵达137高地。报，野狼团放的音乐是指挥密码，其中1份电文已被我破译，这份电文是发给向南开进的坦克营。念。是。乙营的任务是利用夜色掩护，全速向南运动，在敌方右翼进行潜伏。演习打演后，在敌坦克攻至我137主阵地前沿时，乙营由南向北，从侧后向敌发起突然袭击。白天按兵不动，天一黑就全营出动，我们不得不防啊。我觉得康凯不会冒这么大的险，把宝都压在一个坦克营上。以现在蓝军坦克大幅的调动来看，也许是一次佯动，想引诱我们重新调整部署，并不是想在南部潜伏。南部的地形也不利于坦克的机动作战，更不具备设伏的条件。更何况，一个营的坦克，它怎么隐蔽？你的意思是？还是团长说的对，静观其变，以静制动。不，康凯手里其实是一副臭牌啊。他只有这个坦克营还算像样，所以
首先打掉他这个坦克营，是我们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只要把这个坦克营给他打趴下了，慷慨就失去了他最有力的一只拳头。这样的话，我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的决心是集中我2个J9坦克营的绝对优势，紧紧地咬住蓝军坦克，争取在南部平原对其实施围歼。可咱们的2营现在还在北线的卡拉高地上，怎么可能？今天晚上就把2营拉到南侧腾克沁草场一线，等战斗一打响，与1营从南北2个方向围歼蓝军坦克。团长，80多公里的路啊，其中还有30多公里的山路。哎，我建议啊，杨政委，你看看。哎呀，这一觉睡得真舒服睡足了啊！哎，你也去睡会儿吧。正有好戏看呢，我怎么能睡觉？彭成功有何反应？他把卡拉高地的J9坦克营全给拉回来了。太好了！哎，命令坦克营派出1个小分队继续向南运动，其余部队听着前进，把声势给我造大。全营坦克隐蔽撤回，必须在佛脚前到达原地。团长，命令已经下达，第4方案已经拟好，什么时候发出？不必了，再发就画蛇添足了。肖参谋长，我命令6点整向军区机关和基地导演部导调中心报告，撤销后报的2个修改方案，照原作战方案执行。什么？原方案？对，照原方案执行。你说什么？怎么了？蓝军放弃了2个修改方案，按原方案执行。这不是胡闹！演习怎么能这么演呢？刚才谁来的电话？你是不是听错了？魏师长亲自打的。慷慨在搞什么名堂？什么名堂？我们上当，上当。对，上大当。慷慨根本就没想改变原计划，他就是弄了2个假方案来迷惑我们、诱骗我们，让我们重新调整部署。我建议过多次啊，你们就是不听。我想这样吗？魏师长搞到蓝军方案的时候，你的建议哪儿去了？你们都干什么去了？现在说这些给个屁用！立刻通知坦克2营，停止前进，马上返回卡拉高地。怎么不下达命令？团长，这个命令我不能再下。一晚上3次调整部署，部队都让搞糊涂了。我建议坦克2营继续前进，先赶到腾沟湖草原一带待命。蓝军已经恢复了原方案，我们正面的2个装步营正处在他们的包围圈内，你看不出来吗？我们已经很被动了，不能再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好，刚刚收到情报，蓝军坦克营除了小分队向前运动，其他全部返回原地。坦克2营必须返回。不，仗不能这么打。如果现在坦克2营返回的话，会更加被动的。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参谋长，建议至多3次，别干扰团长决心。再干扰就是违反战场纪律，传达团长的命令。参谋长。林营长吗？我是参谋长田清河。团长，我知道，如果我再坚持，就是违反战场纪律。可我还是要说
二营无论如何不能再返回了，气可鼓而不可辱啊！现在车辆正行驶在山路上，如果一旦掉头，会造成拥堵混乱。在他们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之前，可能我们的2个装步营已经失利了。走。田清河同志，马上离开指挥部，到装步3营营部待命，立即执行。张斌，到。从现在开始接替参谋长的工作。是。班长，各位，再见。各连注意，各连注意，保障车修理连改为第1处理，6连跟着，7连跟在6连后面。听见没有？怎么可能全拉错了走？各部队注意！现在我宣布。代号虎狼行动，实兵对抗演习，现在开始。